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暴雨天，我和老公还有他的女兄弟从外地旅游开车回家，半路我过敏，只好去高速服务站买过敏药。可出来后却发现老公的车不见了，我担忧地打去电话，老公却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太磨蹭了，不知道我们着急看世界杯吗？现在已经上高速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”最终，怀孕的我在高速站因过敏严重而流产。第二天，老公才找我，却没有任何关心，而是让我给他那位女兄弟买榴莲蛋糕。我笑着回答：“好啊，吃不死，你们算我输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暴雨天，我和老公还有他的女兄弟一起旅游回来，刚好下起瓢泼大雨，我的身上却越来越痒，没一会身上已经起满了红疹子。我知道我是过敏了，可前方开车的秦昊和身旁的小爱聊得正欢，并未发现我的异常。小爱没结婚，但有男朋友，她男友很是宠她，所以小爱常常被他们车友会的男人戏称团宠甜妹，万般呵护。这一路旅行，她都是我们的焦点。老公一直嘱咐我好好照顾她，搞得我像是他的丫鬟一样。开车往回走的时候，小爱突然说她坐后面晕车，老公便让我与她换了位置。我有点不开心，可不好说什么，毕竟一路上面子还算过得去。可在回来的路上，他和我老公一直有说有笑，暧昧十足，哪里像晕车的样子，甚至还亲昵地往我老公嘴里塞了一块糖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有点担心浩哥辛苦，嫂子不会生气吧？”我只觉得像吃了只死苍蝇一样的恶心。3年的婚姻，秦昊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我对他的爱早就磨没了。无关吃醋，我还是忍不住呛了他一句：“担心他辛苦的话，那不然你开吧。”秦昊却打断我：“有你这么当嫂子的吗？怎么能让小爱开车？”车上氛围顿时陷入诡异的安静，我没再说话，想着忍一忍，回家买药治过敏。可过一会却尿意袭来，老公，高速服务站停下车，我想上个洗手间。怀孕后，膀胱受到挤压，总是上厕所频繁，可秦昊却不止一次说我麻烦，这次他也不例外。他拧着眉毛，不耐烦地嘶了一声：“怎么这么麻烦？白天不上厕所，现在在路上想起来了。”我窘迫地摸着孕肚，怀孕了也会影响到身体，频繁上厕所也是正常的吧？我委屈道，不想再多说一个字。小爱见状说：“哥给嫂子停一下吧，正好哥你也累了。”秦昊不悦的脸这才转为笑脸，随后冷冷地对我说：“看人家小爱多懂事，你别一天天净事，快点吧，我们晚上11点还要看世界杯呢。”我没理他，只是笨重地下了车，拿了把伞，踉踉跄跄地走向服务区。多日奔波旅游让我身体劳累到了极致，此时的过敏更是让我雪上加霜。我甚至产生了对自己厌恶的感觉，但摸了摸孕肚，仿佛我的孩子在肚里和我提前打着招呼，生活貌似还能坚持得下去。回头看，秦昊只顾着在车上和朋友们闲聊，完全没注意到我浑身的红疹。我曾对他期待过，可他只会觉得我麻烦，我便不再依赖了。这次旅行简直疲惫至极。其实这次旅游我本来不想去的，可秦昊一直劝我出去散心，对身体好。我以为他是关心我，可长达4天的旅游，300公里的路程基本都是我开。如果平时还好，只是怀孕后肚子大了，久坐易累，而这几天他大概也就开了不到50公里。每次我说劳累想休息一下不开车，
秦昊的朋友就会对我捧杀：嫂子，浩哥娶了你这样贤惠的老婆，真幸福啊。而秦昊则是义正辞严地教训我：彤彤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和朋友旅游就是一个开心，我开车氛围干巴巴的也不好吧？我没多想，只觉得秦昊可能真的很注重旅行的氛围。上完厕所，去了高速的药店，却没找到孕妇的过敏药，我只好拖着酸痛的身体上车。可站在服务站门口的我，左看右看，哪里还有我们车的踪迹？雨瓢泼地打在水泥地上，服务站空无一人。刚才看了眼导航，这边刚好在乱葬岗附近，我彻底懵了，这得是发生了什么事能把我丢在这？我连忙担忧地打过去电话，响了半天，秦昊才接：出什么事了？你们怎么不见了？可话筒里却传来他不耐烦的声音：你简直太磨蹭了，不知道我们看世界杯来不及了吗？现在已经上高速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简直不敢置信，情绪第一次崩溃。秦昊，这可是高速，你让我怎么在高速上想办法回去？而且我怀孕了，你怎么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？下一面却传来小爱娇滴滴的声音：嫂子，你别生浩哥的气，其实都怪我，是我说我有点发烧，浩哥这才担心开车走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小爱，你不用理那个泼妇，他就是个不通事理的，你赶紧吃完药好好休息。电话那边传来嘟嘟挂断的声音，我收起电话，只觉得小腹胀痛的厉害，浑身酸痛，我的脸烧得通红，雨夜的冷气直钻胸口。我知道是过敏加重了，我过敏严重时甚至可能会丢了性命。记得刚谈恋爱那会，秦昊总会第一时间发现我的病情，每次他都第一时间给我拿过敏药，送我去医院。可慢慢的，他却对我越来越不上心，疼了就治，过敏了就吃药。你和我说有什么用？我能给你治病啊！我也不再和他说这些，独自承受着痛苦和不理解。尤其怀孕后，秦昊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恶劣。你能不能有点笑啊？天天拉个脸，看见你就烦。可怀孕后激素紊乱，再加上秦昊的冷暴力，我的情绪越来越低落。直到那天，宝宝在我肚里踢了我一下，我才重新找到生命的希望。那是一种微妙的感觉，往常我都不计较，可是这次，秦昊，你在关心别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你怀孕的老婆更严重？我苦笑地摇了摇头，只觉得眼前一致一黑，失去了知觉，晕倒在了空无一人的高速路服务站上。我醒来时喉咙发苦，发现自己居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之上。你醒了？耳边传来清冽的男人声。我循声看去，看到一个五官俊朗的男人。昨晚看见你晕倒在空无一人的高速服务站，就把你救过来了。我却觉得小腹撕裂般的痛，下意识地摸了摸。医生这才开口：女士，实在抱歉，你多日劳累加上过敏，没及时治疗，孩子没保住。我一怔，心口一滞，这才逐渐确定医生说的是真的，愣了好久，眼泪终于还是控制不住地滑落脸颊。我之所以容忍这么多，都是孩子支撑的我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了婴儿床还有衣服，可如今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刺鼻的消毒水传进我的鼻腔，我捂着棉被崩溃大哭。男人手足无措地递上纸巾：你别太难过了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本该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我的老公，可他却不如一个陌生人关心我。我的手心紧握着，把手掌心抠出了血，却没注意到吊瓶的针管开始回血。男人手忙脚乱地招呼医生帮我控住回血。
我却只剩下满脑子的仇恨，一点感受不到疼痛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不会再有以后了，我真的恨不得将秦昊千刀万剐。医生，能不能帮我查下过敏源是什么？这个我们还在查，你放心，出结果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一直在怀疑，一路上没接触过敏源的我，怎么会突然过敏？正思索间，手边的电话响了，是秦昊。老婆，小爱想吃榴莲蛋糕，你捎回来些，要田记家的。秦昊一直知道我对榴莲过敏，可他不仅不关心我独自在外的安危，还让我买蛋糕。要是往常，我一定又会内耗好久，忍不住吵架。可这一次，绝望还有恨让我却任凭指甲将手心抠出血，我的嘴上却仍笑着回答：好啊，秦昊，哪怕付出一切，我也一定要让你们都付出血的代价。身旁的男人看见我的样子，却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笨拙地掰开我的手，在我的手里放了块糖。为别人的错伤害自己不值得。我木然地盯着手里的糖，愣了很久。小时候，爸妈总是这么哄我，可长大后很少有人这么哄我。他们都觉得大人不需要被安抚情绪。是啊，为别人的错伤害自己不值得，但做错事的人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我在男人要照顾我的话语中和他好生告别，我感激不尽，有机会一定报答。他伸出的手收回，眸子暗了暗，失落地离开了。我其实不介意，好吧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我看着他俊朗的脸，只觉得似曾相识。当天，我忍着痛下单了那家的榴莲蛋糕，回了家里。回到家，秦昊和2个朋友正坐在我家的客厅昏睡着。原本整洁的客厅一片狼藉，啤酒瓶满地都是。我轻轻把榴莲蛋糕放在课桌上，秦昊躺在沙发上，捂着脑袋晕沉沉地说：你回来了，等会把屋子收拾一下吧，我们昨天通宵都累了。我咬住嘴唇，尽力隐忍身上的剧痛。好。小爱从卧室出来，走到客厅，看到桌上的蛋糕，是榴莲蛋糕。辛苦嫂子了，嫂子别吃醋啊，我浩哥是把我当自己人了。话说，我睡了嫂子的床，嫂子不介意吧？小爱眨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故作天真地问。我看着卧室凌乱的床笑了笑，怎么会呢？秦昊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秦昊的2个朋友听到后都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笑，小爱却不屑地翻白眼笑了一下，看来不过如此，我当然要装，现在离婚岂不是便宜了你们？他们醒来后嘻嘻哈哈又出门去了。对于把我一个人留在高速上的事，秦昊没有任何表示。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我小腹的每一次扯动都疼痛无比，而我却越来越清醒。江童，你要记住此刻的痛，永远不要忘记。我快速地在家里隐蔽的方位都安上了买回来的针孔摄像头，随后在车里也安了2个。与此同时，将手机连上了行车记录仪，一切万无一失。我给秦昊发了信息：老公，你们好好放松，我有点事回娘家一趟。好，注意安全。秦昊秒回，看来是求之不得。去旅游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小爱和秦昊之间并不简单，尤其是眼神交汇的时候，他们偷偷摸摸，应该不是1天2天了。本来怀孕的我打算看破不说破，毕竟看透一切后果，只想要个自己的孩子。可如今秦昊却间接害死我们的孩子，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他。如今我还需要一份能击垮他们的证据，我走便是让他们暴露的最好时机。我去了疗养机构，打算好好调理受伤的身体。我泡在药浴桶中，温热的中药味让我感觉到久违的放松，头脑也逐渐清醒了起来。
真的有太久没有这么好好的为自己而活了。从我嫁给秦昊的时候，我每天睁开眼就是忙碌着一日三餐，只因为秦昊说他重视家人，因此秦昊的家人亲戚生病时，也要求我前去照看。他的工资从来都是放在自己的手里，每当我让他交出工资卡时，他便会推脱，给你，你就会乱花，不会过日子。我的钱都用来承担大部分的房贷，你的工资就用来买菜而已，还有什么不够的？可我给他看我写的账本时，他却拒绝。我看这些有什么意义？男人就负责应酬，管家是女人的事。我知道秦昊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。我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渐渐丢失了自己。我不缺钱，但我不喜欢这种被伴侣算计的滋味。手机响了，我接起，是医生的电话。江童女士，过敏源我们查出来了，是硫酸美容液，有滑胎作用，严重的话可能丧命。我的心一沉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已经确定有人故意下毒害我，这么看来，下毒的就在一起去旅游的这4人之中。可究竟是谁，还需要细细筛查。一旁的笔记本电脑实时监控着他们4人在我家的一举一动。下午的时候，2个男的有事走了，现在家里只剩下小爱和我老公。我老公亲密地揽过小爱的腰，一把将她拽倒在自己的腿上，2人恶心的咯咯笑个不停，还跑到我的主卧床上。没一会，小爱推开秦昊，我男友已经开始催婚了，你再不离婚，我怕是拖不了多久了。我老公连忙宠溺地抚摸小爱的头发，亲了又亲。亲爱的，再等等我，等她生完孩子，我就想办法让她净身出户，到时候我会给你最好的婚礼。我年薪100万，我要让她什么都得不到。秦昊的眼里充斥着恶毒和狠戾，仿佛我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坏人。小爱听到后，亲昵地揽过秦昊的脖颈，回应着他：亲爱的，对我真好，我们才是真爱，是他们阻挡了我们的爱情。听到他们的话，我觉得恶心至极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却算计至此。我妈总说，嫁一个人就死心塌地好好过日子，可事实看来并非如此。这些年，我为他洗衣做饭，给他伺候得舒舒服服，恨不得掏心掏肺，可他却一直都在防着我。他告诉我他年薪不到20万，天天和我哭穷。我没少给他家补贴，可实际呢，却有100万。这些年，我从未花过他1分钱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没一会，2人在床铺上像是2只蛆虫一般，忘我的得翻滚起来。我立刻保存了他们的录屏，准备留作证据。证据确凿，只是如今要想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，还需要布一个局。我想了想，给车友会的会长打去电话。平时为了帮秦昊维护人脉，我没少送礼，因此会长对我很是信任。电话打了过去，会长很快接了起来：彤彤，打电话过来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会长，这不是快过节了吗？我寻思和大家相处得不错，想要以车友会的名义送给每家1箱白酒。会长能把各家电话发我挨个联系告知吗？会长一听我这话，顿时开心了。好啊，彤彤，车友会有你这样的车友，真是我们的幸运。我这就把联系电话发你。我以白酒重为由，要来了车友会男人们的电话，自然也得到了小爱男友的电话。她男友一向低调得很，从未在网络上有踪迹，因此想联系到他，只能通过车友会这条线索。我赶紧加上她男友的社交软件，点开头像看了看，果不其然，她男友真像传闻说的那种是混社会的人，身体练得健壮不说，
朋友圈还有很多五湖四海的兄弟。如果他知道小爱背叛了他，会怎么样呢？刚好要到中秋了，过节前夕，车友会一如往常地举办了聚会。我打开安在车上的监控视频，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秦昊叫了代驾，和小爱上了车。没一会，车停在了小爱家门口的一个偏僻的位置。代驾下了车，两人又开始搂搂抱抱。我把视频截下，连同在我家的那次的视频一并给小爱的老公发了过去。随后发了定位，就在你眼皮底下偷情呢，你现在过去抓奸还来得及。小爱的男友对话框显示输入又撤回，最终回了我一句：多谢，我现在就去做好这些事。我也早就赶到了现场，准备看热闹。赶到时，刚好看见小爱的男友带着几个兄弟到了现场，他们一把抓起秦昊，扔他就像扔一只小鸡仔一样。秦昊懵了，小爱则是惊声尖叫。他大概没想到这么隐蔽居然也能被发现，俩人样子很是狼狈，真不要脸啊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小爱的男友扇着俩人的巴掌，郊外满是这对狗男女的哀嚎声。小爱男友200来斤，没一会，俩人脸上立刻肿了起来。他们匆忙地想要捡起衣服，小爱的男友却不让。禽兽不如的两个家伙，穿什么衣服？小爱男友吩咐朋友报了警，小爱则哭着喊着，满脸委屈给男友跪下：阿泽，你相信我，我没出轨，是他强迫我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的人都震惊了。秦昊彻底懵了，连忙质问：不是，这种你情我愿的事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强迫？小爱则是低头哭着：就是你强迫的我。我刚刚在车上明明拒绝你了。不是，你那不是在欲拒还迎搞情趣吗？秦昊一脸的问号。小爱的男友反应很快，听到后用力甩了秦昊几巴掌。行啊，证据人证都有，这下你等着坐牢吧。别，我私了，我不能坐牢，求求你们别报警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秦昊跪地讨好着小爱的男友，1000万。小爱的男友张口后，秦昊满脸惨白地跪在地上：我没有这些钱啊，他一向花销无度，肯定害死拿不出这么多钱。秦昊啊秦昊，你也有今天，可这些只是开始。小爱的男友狠狠地踹了秦昊一脚：拿不出就去坐牢吧。秦昊狼狈地爬起，抱着阿泽的大腿：哥，别报警，我想想办法。阿泽冷笑：你觉得我会放过警察取证的机会吗？报警是必须的，你拿出钱，我们就改口供。我积堵的心终于有了一丝的宽慰，他这样禽兽不如的家伙，就该是这样的下场。警察来了，带走了秦昊。没一会，警局给我打来了电话：你老公涉嫌犯罪，原告说愿意和解，但需要有1000万。没等警察说完，秦昊就立刻抢来电话：老婆，你要救我呀！我是一时喝醉酒，然后他勾引的我，现在又来这一出，你不救我，我就要坐牢了。我故作为难：老公，我是想救你，可这些年你没给过我1分钱，我的钱补贴家里也没攒下，上哪整那么多钱？不然你委屈坐牢吧。他却不依不饶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咱有儿子了，你想让儿子的父亲是罪犯吗？咱爸妈不是有一套别墅吗？卖了也值2000万。你放心，你救了我，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。又是这句加倍对我好，我已经在一次又一次付出被无视后麻木了。我真想不明白，他究竟怎么好意思让我爸妈卖房子？我爸妈的资产被法院暂时冻结了，动不了。你们家怎么回事？一点忙帮不上，倒添乱。行吧，要不你先把房子车子卖了，
我这边再找个律师看看情况。我无声地挂断了电话。做梦去吧，车是我的，我不可能卖，而房子有我1/3的出资，我不签字，他也卖不掉。秦昊，我一定要亲眼看你坐牢。当晚，秦昊给我的爸妈打去了电话，可他不知道我正在一旁听着。爸妈，我这是也是一时糊涂，之前彤彤和别人不清不楚，我一赌气财，可我爸妈早就被我打了预防针。他们异常坚决地回答：秦昊啊，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，1000万我们二老真的拿不出，你另寻他法吧。闻言，秦昊怒狠狠地威胁我爸妈：你们二老要是不卖别墅，我就把江童没穿衣服的照片发出去。估计大家都想看林氏千金的这种照片。我抢过电话，气定神闲地说：你发吧，我不怕，正好你也可以罪加一等。秦昊，你这种人渣就给我坐牢去吧。之前我换衣服的时候，秦昊偷拍过我，美其名曰留个纪念。后来流产后，我就猜到他可能会在穷途末路之时利用这个威胁我。好在我们公司的骇客员工十分给力，这件事发生后就迅速攻克了秦昊的云盘，删除了照片。我手机录下了秦昊的恐吓录音，拿着他的云盘数据报了警，正好惊喜地发现秦昊挪用公款的铁证。这下就算秦昊找了厉害的律师，想要从证据不足方面下功夫，也难以逃脱。3罪并罚，足够他好好的喝上一壶。秦昊的公司员工女同事也在此期间找到了我。童姐，我们一直不好意思说，秦总他总是利用职务之便对我们进行骚扰。他递给我一沓子档案，还有一个硬盘，这是公司的监控录像，还有我们的口供，希望童姐为我们主持公道。看到这些证据以后，我才知道自己嫁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渣。我一夜未眠，第2天将那份资料交了上去。即将开庭的秦昊因为这一系列的证据十分的不利，最终败诉，被判了重刑。法庭现场，秦昊指着我歇斯底里的咒骂：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背刺我，胳膊肘往外拐的贱人，你都怀孕了，还没出生的孩子没爸爸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摸了摸自己如今平坦的小腹，面色凌厉。秦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的孩子在你把我扔在高速站上那天就已经被你害死了。我对你的报复远远不够，你如今的下场完全是你咎由自取，好好在监狱反省一下吧。秦昊脸色铁青，眼睛阴鸷地盯着我如今平坦的小腹。他显然没注意到孩子早就没了。是啊，他何曾关心过我，可以粗心到哪怕我流产了都没发现。他由愤怒逐渐转为崩溃，他捂着头连连痛哭：不可能，你骗我，是不是你偷偷打了孩子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话音未落，他已经被公务人员带走。你站住！我回头看到秦昊爸妈铁青的脸，是不是你做的局害得我们的儿子？我们儿子从小最乖了，怎么娶了你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？我看着这对曾经趴在我家身上吸血的秦昊父母，他们老家在农村，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家空下的房子，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收入，我会每月给他们家打过去一笔钱。看来你们一点都不了解你们的儿子。反正我和他也离婚了，我的房子我会收回，每月的生活费自然也不会再给你们。他们还不服，你还想离婚？就你这种出卖自己老公的女人，谁会要你？况且你不是怀孕了吗？你会这么轻易离婚？看来他们来得晚，并不知道我流产的消息。爸妈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，我的孩子在秦昊把我扔到高速路服务区那天就流掉了。
他爸妈听到后一脸慌张，脸色铁青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你惹我们儿子不开心了，不然他不这样。我不再废话，毅然决然转身。人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。彤彤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们呐！身后传来了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而我却全然抽身而退。看清一家人，现在也不算晚。尘埃落定后，我去了我爸妈的家族企业上班，每天学习最新的商业运作知识，进步飞快，很快便能独当一面。直到这天，小爱闹到了我的公司。其实我猜到走投无路的他会打听我的背景，只是没想到等了这么久。别以为秦昊坐牢就算了，你要给我赔偿，不然我就让你公司开不下去。我看着他笑了，递给他一杯绿茶。怎么，走投无路了，又来敲诈我了？他理所当然地看着我，随后眼睛落在我桌上的帕拉梅拉车钥匙上。因为这事，我工作男朋友都没了，你当然要为你老公付出代价。说完，一把抢走了我桌上的车钥匙。这个车给我开几天？他拿起钥匙转身就走，我没拦他。你自己找死，可别怪我。几天前，我发现秦昊挪用公款的账户都以现金的形式打给了他车友会的那2个朋友，还有小爱。最后发现，秦昊挣100万还不够花的原因是在于他常年赌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有大量的负债，所以需要挪用公款。云盘中有录屏，还有他们声称要带秦昊大玩特玩的对话，并且试图借此翻身。我拿着云盘的账本，找到他的2个朋友。我这有你们赌博的证据，如果不想进监狱，就把这钱给我补齐。2人的表情充满惊恐，大概是没发现我有这么明确的证据。嫂子，你流产了，和我们没关系啊。你为什么揪着我们不放呢？那你们告诉我是谁下的过敏的毒，我就不向秦昊要回借你们的钱。是小爱，我们劝他了，可他执意如此。他这娘们又疯又狠，把我们都给连累了。我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，抬头对上他们看向我充满了杀意的目光。我猜到他们早就起了杀心。我打给赌场老板，补上了秦昊赌博的欠款。赌场老板连连感谢，还以为这钱不好收回来，没想到你这么主动。我还可以给你们补上另外2人的欠款，只是我想让你们帮我做个局，不管成与不成，我都给你们打款。当晚，赌场老板去催了债，那2个车友和赌场老板供出了我。老板，我们有心还款，只是现在那女人掌握了我们赌博的证据，怕牵连你们，要不你们想办法把那女人除了吧。我笑了，早就想到他们会借刀杀人，可我却已经先下手为强。老板吩咐下属给他们打了个狗血淋头。是你蠢还是我蠢？他是林氏千金，凭什么我们替你们擦屁股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不管是破坏刹车片还是别的办法，不然你们2个别想活着。当晚，这2个蠢货剪断了我的刹车器。说起来，我还真要感谢他们帮我除掉小爱。隔天，我听到了小爱在高速上出车祸的消息。听说那天她本来打算去外地和网友会面的，可却无论如何踩刹车都停不下来，最终撞在桩子上，当场毙命。警方立刻立案调查，肖爱出了车祸，开的是你的车，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调查。我连连点头，我这里有车库的监控，不如好好看看谁动的手脚，毕竟我也想知道谁想害我性命。我们一起打开监控，画面中赫然出现车友会的这2个人深夜出现在我的车库，拿着装备剪断了刹车装置。2人立刻被逮捕归案。他们被捕时一脸不可置信，
江童，你算计我们！我们明明把监控设施弄坏了。我的车是帕拉梅拉，不是那天拉你们旅游的平价车，当然要多安几个监控。他们听说自己的举动害死小爱后，连连懊恼。警方抓走了他们，我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下半生的牢饭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监狱重逢。我摸着小腹，孩子，下辈子去一个父母恩爱的家庭吧。我最终还是结了婚，结婚对象就是当初在高速服务站救下我的那男人。我们在一场商业酒会上再次重逢，那天他穿着华丽整洁的礼服，却目光温暖地递给我一颗糖。你的心结解开了吗？我开心地接过糖，旁边共同的朋友连忙走上去介绍，这位是杜氏集团的总裁杜明，你们认识？我伸出手握住他坚实温暖的手掌，幸会幸会，请多多指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年轻时参加过一场商业活动，杜明从那时便认识我了。当时我想追求你，可国外有生意，我只好出国2年，再次回来你已经结婚了。我选择默默祝福，可那天在高速服务站遇到你后，我便再也没法平静。那次的酒会是我安排的，目的就是和你重逢。我抬眸对上他真挚的目光，杜明轻柔地握住我的手，放在嘴边亲吻。余生请多多指教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